女人来婚纱店却碰到了姐姐带着自己的前未婚夫。你怎么在这？我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这？反倒是你，这里的婚纱店可不便宜，你能消费得起？我怎么不能消费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跟青山很快就是万元户了，以后我可是首富太太，到时候你连巴结我的资格都没有。那祝你成功吧，你等着瞧。沈离挽着陆景川的手去挑选婚纱，这件婚纱不错，这件我看上了。沈梦月却是一把抢过婚纱，就要朝着试衣间走去。梦月，你知道这件婚纱多少钱吗？宋青山气得咬牙，在沈梦月耳边压低了声音道：我们只是做婚纱，又不是买婚纱。做一次能有多贵啊？再说了，结婚就这一次。我身上可没钱啊。以前他觉得沈梦月温柔善良，是个支持他创业过日子的，可谁知道沈梦月这么虚荣，要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么远的京市，来到这么高档的婚纱店去拍照。这哪里是个会过日子的啊？我还没创业成功呢，就这么能花钱？要是创业成功了，那还了得啊！小气鬼，这钱我自己出。俩人嘀嘀咕咕的朝着试衣间内走去，陆景川冷着脸就要阻止，沈离却是笑着拦住了。没关系，再选件别的吧。那件不是你喜欢的吗？陆景川拧眉，不想让他的女人受委屈。我早就料定了沈梦月会跟我抢，我故意选了个贵的款式不好的，果然被沈梦月抢走了。离离还是你聪明。很快，沈离选好了心仪的婚纱，这件好看。我穿上试试。10分钟后，沈离跟沈梦月几乎是同时从试衣间里走出来的，一个身姿曼妙轻盈，肌肤牛奶般透亮白净，像是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仙女，而另一个在沈离的映衬下，皮肤又黑又黄，没有丝毫气质可言，嘴巴跟下巴还是肿的，对比之下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宋青山见到沈离穿着婚纱走出来的那一刻，眼睛都亮了。仙女，这就是仙女了。宋青山，我穿这件婚纱好不好看？沈离这个贱人就知道勾引我男人，现在宋青山已经跟自己领证了，这贱人还贼心不死呢。宋青山的目光却是落在沈离身上，丝毫都挪不开眼了。太美了，沈离也太美了吧！可当初明明沈离是要嫁给我的。一时间，宋青山心底浮现出嫉妒、后悔等种种情绪来，他有些怨恨沈梦月当初横插一脚，非要去勾引他了。景川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换好了衣服，接下来该去化妆了。沈小姐，我们带你去化妆吧。宋青山，你看着他干啥？我才是你的老婆。你刚才说啥？我问你，我穿这婚纱好不好看？挺好看的。沈梦月这才满意，就要去挑选化妆师给自己化妆。可就在这时，老天爷啊，沈梦月，你是脑子烧爆了？你带着我儿子来这种地方拍婚纱照？此时一道尖锐的嗓音从不远处响起，所有人都朝着门口处看去。只见一个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中年妇女，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在门口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那还了得吗？宋母气得不行，一双三角眼直勾勾地盯着沈梦月。好你个小贱人啊，竟然带着我儿子来这么贵的地方拍婚纱照，你知道你自己姓啥吗？结婚可是人生大事，凭啥我不能来拍婚纱照了？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我这个老婆子在家里带孩子吃糠咽菜的，你带着我儿子来这么贵的地方消费，你怎么那么败家啊？我们全家一年到头都赚不到在这拍一天婚纱照的钱，我儿子怎么娶了你这么个败家媳妇啊？你这是要逼死我儿子，逼死我们一家子啊！店员们注意到了宋母跟她身边带着的俩孩子，一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这个老女人身上穿的衣服还打了补丁，俩孩子看起来也面黄肌瘦的，一副看起来没吃饱的样子。这一看就是个贫困的家庭，是农村出身，可是这个女人却带着新婚老公来全京市最贵的地方消费。原来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呀。谁说不是？家里都那么穷了，饭都快吃不起了吧，还来这里消费，这女人也真是够败家的。我都同情这婆婆跟俩孩子了，手里有点钱，让老人小孩的吃好喝好不行吗？看这俩孩子瘦的，给老人小孩买几身衣服也行啊，这女的也太虚荣了吧。大家伙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，感受到店员们投落在自己身上的那鄙夷的目光。一时间，沈梦月脸上火辣辣的，羞得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你凭啥指责我啊？我来拍婚纱照花的也不是你儿子的钱啊，这是我自己的钱。你自己的钱？那我问你，你的钱从哪来的？本来你娘家就不富裕，我可听说了，前阵子你娘家遭贼了，家里全都被偷没了，一点子值钱的玩意儿都没了。我问你，这钱你哪来的？原本沈离跟陆景川正在拍结婚照，俩人配合得很好，拍完了一组了，俩人正准备休息去换另外一套衣服了，却听到了这边的动静。沈离跟陆景川朝着这边走了过来。这钱是我借的朋友的。你现在一没有工作，二没有收入的，你借了钱还不是算在我儿子的账上啊？以后还不得让我儿子还钱啊？本来家里就穷得揭不开锅了，你还连累我儿子，你这是想逼死我们一家老小是不是？沈离看着这一幕，唇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沈梦月对上辈子这个极品婆婆跟俩熊孩子可有好戏看了。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，借钱都得来这里高消费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谁说不是啊？我就没见过这么虚荣的。再说了，她花这么多钱来这里拍婚纱照，主要是穿着这婚纱也不好看啊，这身材气质包括皮肤长相跟人家上一对没法比，就算是穿上龙袍也不像是太子啊，
还不如在村里在镇上的拍几张婚纱照完事了，还省钱，也更符合她的气质啊。听到店员这么说自己，沈梦月几乎要被气炸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还有资格指责我？你儿子创业是不是从我娘家这里拿的钱？你儿子创业的点子还是我出的呢？以后等赚大钱了，借来的这点小钱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可是能帮着你儿子发大财做首富的女人，娶了我，你全家就烧高香吧。你们不把我当成女菩萨似的供起来，竟然还这么对我。再说了，你连个彩礼钱你都不给我，凭啥这么对我啊？你算老几啊你？我凭啥给你彩礼钱啊？娶黄花大闺女才有彩礼钱呢。你看看你自己是吗？还没结婚就发浪似的勾引我儿子，没羞没臊的爬我儿子的床，你这样的也配得到彩礼钱？要不要脸啊你？看到这一幕，沈离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宋青山的妈骂的也太解气了。陆景川见身侧的小姑娘笑得这么开心，也跟着心情好了很多。此时俩孩子也怒视着沈梦月。坏女人，勾引我爹，你是个坏女人。贱女人，我才不要她做我们的后妈。沈梦月彻底被气炸了，